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宣布制裁中国新疆的官员。那么，其实今天有2个大新闻啊，这是一个新闻，就是制裁新疆官员4个，名单是谁呢？名单是新疆自治区书记陈全国。第二个，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书记兼厅长王明山啊，然后就是前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啊，4个人啊。那么这4个人包括还有一个实体，就是新疆自治区的公安厅啊，这总共是4个个人一个实体，实体就是一个机构啊，他们机构叫实体啊。那么制裁方式，在美国的资产或者直接间接持有的实体全部都会冻结啊，就资产或者是实体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实体全部会冻结，然后禁止和这些人进行任何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啊。这个制裁，财政部部长努姆钦发表声明说，美国致力于全面利用金融实力，让新疆和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人士承担责任。然后这个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陈全国、朱海伦、王明山进行这个签证限制啊，然后他们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不能够进入美国啊。那么美国国务院是去年10月宣布制裁新疆官员，限制他们的签证，不过当时没有点名啊，这次就把名字点出来，总共3个人啊。那么蓬佩奥今天在记者会上说，美国限制其他中共官员的签证，这些官员据信参与了拘押、侵犯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家人的签证也会受到限制。然后这个蓬佩奥就批评说中共在新疆犯下了恐怖与系统性的暴行，呼吁其他国家与美国一同谴责这种损害人权与基本自由的行为。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行动啊。我们评价一下。那这个比限制签证要来的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啊。那比是有实质影响的措施啊，这是第一。第二，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啊，那么这个行动效用非常有限，因为这个措施只针对个体啊，包括虽然它是有个新疆公安厅，但我看不出来这个措施对新疆公安厅有什么影响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它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因为它是不是针对一个国家，而是针对一个个体啊，所以影响来影响去都他这个人是4个人加一个部门，4个人和他的家族啊、亲属啊、直系亲属啊，这是第2条。第3条，如果这是一系列更有实质性、全局性措施的前奏，那这是一个不错的铺垫。如果后面跟着一系列有实质影响的措施的话，这个措施的作为一个铺垫还是不错的啊，做得不错啊。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的标题，还有一句问号 ，and then 后面呢那么我再提醒一下我每天都会提醒一次，香港自治法还没签字啊，川普总统已经过了7天了，2号这个香港自治法已经送到了这个总统的办公桌上了。那么从2号到现在已经7天了，今天是9号。那么针对香港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质性的措施。之前讲过2个
美国商务部出来表个态，然后美国国务院出来表个态，这两个都有说有措施，但是其实那个措施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啊，没有实质性。那么中共已经完成了他们安排的香港事变，整个从头到尾，从预演到实施到部署到实施，已经整个过程完成了。川普现在在等啊，等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等这个风头过去吧，然后他才能出来做点什么事儿啊。大家不用猜，我是在批评川普总统啊，我是在批评川普总统还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在香港议题上，他继续在错失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我讲的是香港议题啊，我在这里讲一下。那么这一次这个财政部采取的这个措施呢，是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的这个人权问责法。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马格尼茨基是一个俄罗斯的律师和这个税务调查员啊，然后他发现有一批这个俄罗斯内务部的官员贪污腐化啊，贪污主要是贪腐行为。他发现之后，他准备报告，然后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你知道，其实俄罗斯跟中国差不多啊，虽然他没有中共，但是普京实行的独裁专制一样腐败啊，一样腐败。最后他死在监狱啊，死在监狱。后来呢，他的所在的公司，这家资产管理公司，他们的 CEO 就到美国就游说美国，就是致力于美国国会立法，惩罚那些对侵犯人权的高官，因为这些高官呢会跑到美国、欧洲去旅行，他们在海外有很多财产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有一个。它推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推动了这种全球性的马格尼茨基的一个问责法，就是它推动整个西方国家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先通过的是美国啊，美国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2012年通过，2015众院通过，2015年呢就参议院通过，然后在2016年附加在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就是授权美国政府对违反这个人权进行3件事：禁止入境、冻结财产、禁止交易。其实这次这个叫什么？这次这个对新疆官员的这个制裁，其实就涉及到这3个：禁止入境啊，签证限制。然后就是冻结财产的禁止交易啊，这个美国出了这个法案之后，普京就很震怒啊，当年就禁止美国公民，他采取了一个报复措施，就是禁止美国公民去俄罗斯领养儿童。你觉得很好笑吗？经常就是你看哈，独裁政权惩罚对方。通常是以打自己家孩子作为前提啊，就是都是差不多啊。中共也是干这样的事情。你想一下，美国人跑到俄罗斯去领养儿童，通常那些儿童是孤儿，这第一。第二，没有得到妥善的照顾，那别人去领养那是帮助你，他惩罚他，说拿这个作为一个报复手段，这就是独裁者的任性思维啊。那然后呢，就跟着其他国家就开始出有包括什么呢？比邻俄罗斯的有这个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然后是加拿大、科索沃，澳大利亚和这个法国、瑞典、荷兰正在审议。欧盟本来说去年12月份要出但是因为疫情爆发，所以就暂停。英国本来他们
英国已经在今年上个星期公布了一个全球的制裁名单，但是里面没有中国人啊，没有中国人。这是马格尼茨基的人权法啊，就是马格尼茨基的这个人权问责法啊。那么其实呢，针对新疆官员，上个星期这个星期二其实发生了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啊，就有2个维吾尔人的团体啊，向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控告中国政府，就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然后他还提交了相关的证据，其中包括习近平啊，把习近平也放到这个被告之列啊。他其中有一项指控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非法逮捕或者驱逐出境的手段，遣返柬埔寨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几千个维吾尔人啊，就想把这些人给抓回去，其实就是抓回去。那么这2个为什么要把这个案子把这个证据放进去的原因，就是跟管辖权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因为中国不是国际海牙法庭刑事法庭的这个中国不认可啊，中国不认可，但是所以这个案件它有个管辖权的问题，如果他不认可的话，那这个管辖权就不存在。为什么会有柬埔寨和这个塔吉克斯坦呢？因为这2个国家是认可的啊，所以他们就提供这方面的证据，然后呢，就希望这个国际海牙刑事法庭接受这个诉讼啊。好，我们这个关于这个美国制裁新疆官员的这个新闻我们就讲到这儿啊。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新闻，就是还是跟川普有关系啊。跟什么有关系？最高法院今天刚刚出来，新鲜热辣，最高法院7-2裁决，那个川普没有无限权利，他必须他也不能够不接这个纽约财务记录所发出的刑事传票啊。这件事情这一判下来呢，川普就麻烦就蛮大的啊，川普麻烦蛮大的。这件事情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讲个背景啊，纽约曼哈顿检察官有一个叫万斯的检察官正在进行一项调查，他呢就向这个川普的会计事务所发了个传票，要去调查川普的这个个人和商业记录，其中包括纳税申报表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做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万斯的办公室正在调查一个2016年大选期间有2个女性啊，说就是声称和川普有性关系，然后川普呢就给了他们一笔钱啊，每人给了一笔钱，叫掩口费啊。他在调查一个这个 case， 调查这个 case， 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川普的会计师事务所就要查账啊，查这个账。然后呢，川普呢就提起诉讼，阻止这个传票啊，说他有这个绝对的总统拥有绝对豁免权啊，绝对豁免权。那这次最高法院7-2的判决，这个7-2的判决很有意思，反而这个川普任命的2名法官没有支持他。这就是美国法律的厉害啊！厉害在哪里？厉害就在这里啊！就是虽然他们2位是川普提名上去的，但是他没有帮他啊，他没有帮他。这2名在他们和共和党这个达成共识啊。那么川普就要面临什么问题呢？川普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
万斯在最高法院裁定后发表声明说，这是对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及其建立的原则，没有人甚至没有总统能够超越法律，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啊！由于这一诉讼，我们的调查被推迟了将近1年，在大陪审团的庄严义务下，无论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我们调查将一如既往的进行下去，他会继续调查下去。那么当然这不一定说川普就会输掉啊，因为就算是他去拿到了川普的税务报税表，不一定也能够证明川普就有罪啊。所以美国的这个媒体呢，就很多就开始说川普可能是第一个从白宫直接去监狱的总统啊。但是我觉得讲这个话言之过早啊。现在只不过最高法院就是不认为川普具有绝对的权利，他可以无视这个传票啊。那么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当然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案子呢还得回到纽约下级法院还得回到他们那边去啊。川普自己也说，他说这个案子发回下级法院，论点正在继续，仍然继续还会进行辩论那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那其他的今天最重要的就这2件事情。那么川普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川普在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案子输了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会坐牢因为只是说他要交出税务记录，他不肯交出税务记录的原因，并不一定说明他上面有问题并不一定，他可能是基于我是总统，你怎么可以查我这个？他可能是基于这种想法，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阻止他。那么就算是赢了 ，OK， 他打这个官司，我认为他是要拖延让这个事情往后延后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要继续回到纽约下级法院，纽约下级法院其实还是要审还是要继续审下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还会往下拖但是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说明2点。川普提名2名这个大法官进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行列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质疑这件事情，认为川普正在走向独裁我是不这么认为我一直不这么认为。这一次的裁决证明了其实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是终身制，我只要坐到那个位置上面去，谁都动不了我。只要是这样的制度不变，他会理会谁提我上来这个位置吗？我不觉得是我不觉得是。终身制是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为什么？因为终身制才能确保他不受任何人的干扰没有人可以干扰他。那么好，这是第一个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川普的声威又受到影响了，就是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其实对川普会不会有选情上有一定的影响，我认为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影响是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声威上声势上会有影响这因为打击情绪嘛这是声势上会有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毕竟你后面背这个案子，这个有一些媒体上面讲川普如果输了这场选举，那可能他明年2月份就进监狱了我觉得未必啦，案子还很长，其实这个案子还很长但是至少给媒体这些说辞给很多媒体这些说辞，这些说辞其实是会影响美国人的看法的并不会一点影响，是有影响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
对川普的选情有一定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了，川普在这次大选当中有3个主要议题啊，一个议题当然是中国议题，第二个议题当然是疫情的议题，第3个议题当然是经济啊。这对他来说，经济他认为经济最重要，疫情这个他没太多的办法。所以川普其实去在经济这个议题上，他能够做的呢，大概是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让中国多买点大豆，或者其他的美国产品，至少算是订单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重启，他就在推动重启，经济重启。我觉得川普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推出的这个救援措施非常好，非常棒啊，基本上是全世界最棒的一个方案啊。那这个方案呢，保证了美国经济不会崩溃啊。那么其实川普也是有信心，就是说，如果美国重启，美国经济就会起来啊。所以他为什么急于重启的原因是基于这个信心。我也是基本上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如果美国重启，美国经济就会很快反弹，微型反弹没有疑问啊。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疫苗没有出来之前，你的重启会不会有问题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在这个疑问之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不知道。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川普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硬推啊。现在他就是硬推啊，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但是这个效果怎么样不好说，因为重启这件事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权限啊，就各个州的权限，所以他能用上的力不太大，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疫情啊，疫情现在没有太大的进展，基本上现在疫情处于现在的这样的焦灼的状态。还有一块就是中国他不想碰，为什么他不想？因为碰这个中国的议题，影响他的这个经济算盘，所以这一系列大家把这个牌一铺开一看，川普在这个大选当中的这个主攻方向变得有点模糊了，他的主题变得没那么清晰了。为什么？因为在每个领域他都没有办法掌控他的进度，他唯一能掌控的进度是什么？其实是中国议题，但是中国议题他不想碰。你看中国议题就挤牙膏，一点点往外挤，因为他还是觉得经济那块影响大，但经济这块他控制不了，因为重启这件事情地方政府的事啊。所以我觉得这次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下来，等于是雪上加霜，大概的看法就是一个这样的看法。我觉得，川普对他来说，他应该他的团队应该迅速的把这个方向转过来，转到哪边来？转到中国议题来。打一场就有声有色的这一场仗，给美国人看一下川普的决心。我觉得也许是个转机啊。如果他现在已经到了7月中了啊，现在已经7月中旬了，他再不调整的话，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啊。因为他真的要打这个仗，要见效果的话，你没有2-3个月是不可能看到效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大概是这样子啊，我的判断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判断。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快就讲完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请大家继续检查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我要看一下，我要看一看，大家都要看一看。为什么？因为中间还是有一些情况啊，大家再检查一下之后，我看看
我看看我们的这个订阅数会不会又出现一些新的比较让人意外的变化，好不好啊？请大家再检查检查，好吧？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凝谢一下。Daniel 梁，谢谢。Mike 朱，谢谢。Renee Mark，谢谢。产 Claudia，谢谢。好，我们进入观点。制裁相关个人更有效果的方式，是更有效果的方式。CCP 不是铁板一块，都是由各种有私心的个人组合。制裁集体没有威慑力，因为没有抓手。制裁个人非常好。我们在讲不同的事情啊，不同的事情。制裁，我觉得制裁当然是你，如果你要制裁的话，肯定是针对个人啊。我讲的并不是说要制裁国家什么的，那都没办法制裁啊，肯定是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个政策啊。那么这种政策，你比如说，美国有很多的，美国如果对中国采取措施的话，它当然不可能进行我们讲的是，他肯定要选择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你比如说针对某一类企业进行技术输出的管制啊，比如说科技企业比如说采取某一种技术的控制，不让出口，那它影响的就是一个行业啊，影响就是一个行业。那么我讲的是，如果他要对中国采取有影响力的措施，就不是这种制裁个人的措施。制裁个人的措施当然有影响啊，有效果，就是因为他直接打到那个人的身上啊，那当然那家人会很痛。但问题是这里面有很多的情况啊，就是这个情况不确定。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啊。财政部宣布制裁这4个人，包括公安厅，冻结资产，冻结实体。他为什么不把他们资产列出来？你想一下啊，如果真的是有影响的话，你比如说陈全国啊，那么在美国的资产有5个亿美元，你把这个的公布出来，哪有5个亿的美元，把这个资产目录公布出来，这就有意义了，这就有意义了。如果你只是说我们制裁这4个人，制裁什么了？如果你当初没有调查清楚，我相信财政部肯定有一本账，就这4个人，针对这4个人在美国的资产有什么情况，肯定要有个本账，对吗？如果这4个人在美国只有5毛钱，那就没有意义，这个政策，那只是做给大家看。如果这4个人在美国有巨额资产，那这个制裁就非常有影响，不仅仅是让他们很痛，而且政治影响非常大。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美国只公布了4个名字和一个机构，但是没有公布结果。没有公布结果，有可能是没有结果，就是没有资产，那只是做个样子。也有可能非常多的资产他不公布，他不公布什么意思呢？他不公布的意思就是他不想有那么大的影响，理解吗？他不想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为什么不想有那么大的影响？你说为什么呢？那就是还是不想打得那么痛了。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对新疆4名官员以及一个机构的制裁，他想把这个影响仅限于这4个人和这个机构身上，不想扩大。你除了这个解读还能有是别的吗？所以当然痛这4个人，中国有多少官员知道吗？中国有9000万党员，对吗？中国有7000万公务员，你想想看，4个人濕碎啦，係咪？情况非常同意王老师说的，全球最严重的种族歧视在中国。
女朋友新疆身份证去四川、内蒙、云南、西藏玩，住酒店我们身份证没问题，他新疆身份证被酒店前台要求手持身份证拍照，身份证正反面拍照，说是新疆的必须给公安局报备。还有一次我们都把行李放酒店了，酒店打电话来说新疆人不能入住。每次几个人出去玩都闹得特别尴尬，对待犯人一样，低人两等的感觉。老实讲，你根本就不应该尴尬。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不公的待遇，你尴尬什么？你应该理直气壮的认为这是一个歧视就可以了啊。观点：香港和大豆只能选其一，川普选了大豆啊。观点：香港也应该照着这个制裁来才有用嘛？制裁留学生有什么用？而且还拉着160万留学生垫背，不是说制裁留学生不行，只是制裁高官更有用。我是最反对拿留学生做文章的，因为这很 low 啊！我都说过，川普手里你要对付中国，他手里的那些武器，两个手都拿不下，你为什么要用留学生来搞留学生啊？所以留学生多辛苦。对，留学生里面有一些人啊，但是他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他不可能让全部都是嘛，他有那么多钱嘛，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拿留学生来做文章，我就是说很 low 啊，没别的，很 low 啊，我不同意，我不赞成这么做，太多措施了，你让我给吗？我可以写一晚上制裁措施，各种措施，各种级别的，核弹级的，常规武器，什么武器都有啊。观点：目前最多的就是和香港之间取消引渡、移民优惠，高度关切。有哪个国家真的制裁中国了，制裁香港了，连林郑都没事，就是这样。所以其实现在没有，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我很欣赏什么？我很欣赏加拿大跟澳洲啊，他们真的支援香港人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英国当然，英国没话讲，英国它有道义上的责任，它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责任，它就是有责任，它就是有真实的责任。为什么？他亲手把香港人送出去的，香港人现在面对一个这样的处境，他能不管吗？他不是道义的责任，他就是有责任。他当年看走眼，让香港人面对一个这样的局面。他能不管吗？所以英国人的责任不是道义上的责任，英国人就是有责任，英国就是有责任支援香港人。我觉得300万还不够啊，300万还不够啊。提问：王先生，有传言说中国可以限制香港人移民英国，真的可以吗？我想不通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大。那个张晓明是叫张晓明吗？那个驻英大使啊。叫什么名啊？反正我忘记了啊。他讲了说，他其实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他其实他没有讲，我看了一下他的原文，他原文是有个记者问说，中国会不会限制香港人移民去英国？他从他的角度上，他说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其实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错，他怎么去限制别人去移民呢？我去英国你不让我走吗？限制出境吗？那我先飞到爱尔兰行不行呢？我先飞到这个法国行不行呢？你管不了我吧？所以这个你怎么去限制他？限制不了。你说啊，以后香港人不准出境，那香港人不能出境，中国人都可以出境，香港人不能出境，这个我就觉得不靠谱啊，这个说法。还没到那一步吧，到那一步再说这个事儿吧，是吧？观点：把两党政治放在一边的话，这次制裁是历届美国政府迄今为止采取对领导层最有针对性的措施，制裁的人员级别和措施也是以前有台阶式的变化。我不觉得。你知道以前美国制裁过谁吗？
美国制裁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和总装备部的司令员啊，这个比这个应该跟成全国的级别，我想一下哈，总装备部大部差不多，应该他们的级别是差不多的，没有级别很高啊。观点感受王老师救香港之心甚切，我觉得这个言下之意就是我因为是要救香港，所以我才提出来这个川普政府应该去在香港议题上采取措施。我觉得你就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我们前面的题目啊。我在这个议题上我讲了很多遍。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目前有2大议题，第一大议题就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第一大议题就是疫情。现在疫情仍然是美国国内最重要的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跟疫情有关的就是经济重启，所以疫情这件事情，左边连着生命，右边连着经济，连着饭碗，所以疫情是目前美国最大的政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美国来说，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安全的国家，对美国目前来说最重要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中国。中国是目前美国最重要的安全威胁，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议题，它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议题。这是2个议题就是说美国目前国内国际两个政治环境当中最重要的2个议题。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川普政府应该尽快的在香港议题上做出行动来的原因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天时地利人和，美国在香港选择香港议题和中国进行一场局部的对抗，不仅对美国有利，而且非常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西方的阵营所以在这个议题上，美国选择在这个点展开它的行动是非常有利，而且非常迫切如果把这个时间错过去，把这个时间窗口错过去，美国其实西方的盟友已经得罪的差不多了这个马上又要开始跟法国开战了川普政府要跟法国开战，这个关于关税的问题。基本上西方的阵营已经支离破碎，如果美国要选择和中国开战，他如果没有西方盟友的支持，这场仗会打得非常的辛苦。所以选择在香港议题上进行与中国的对抗，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利的战略。所以我是这么强调。有一些川普的支持者一直在我身上贴标签，以我来自香港作为理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其实呢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我在这里郑重纠正请大家不要再这么说，再这么说的话，请管理员把他踢出去，好吗？我不客气的啦，因为这么讲不是1次，也不是2次，也不是3次，好多次了，我已经做过3次以上的解释，我这是最后一次解释，我以后不再解释了。管理员记住，谁再这样说就把他踢出去，好吗？观点我理解王老师关于川普的情绪，我在川普刚上台的时候就说，关于他的偏激的性格和做法，他注定不会成为一个普通的总统，要么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要么他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之一，没有中间选项。他这几天的表现会决定他是哪一种。我不同意这样。为什么？他是一个总统，他不是一般的人他不可能从这头跑到那头不需要时间的，从这头跑到这头都是需要时间。任何人如果你做过管理的话，你就会知道，不管是 CEO
还是部门主管，还是个员工，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员工，他不可能一天就是个优秀员工，他是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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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下去的。他成为一个要炒鱿鱼的员工，他也不是一天就变成炒鱿鱼的员工，否则的话他不会在这个单位生存那么久。那么他也是一天一天变下去的。任何事情的变化都是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能一天之内我做一个这样的选择，他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做一个那样的选择就变成那样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任何人做事，我今天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不是认为我并不会因此优秀起来。我今天做一件错误的决定，也并不因为我因此就变成一个很差的 CEO， 不是这样。每天你要处理无数的事情，作为一个管理者，特别是总统，那更是如此。所以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总统，或者成为一个糟糕的总统，他是每一件事情的累积。观点，如果一个总统第一任期就把连任当作自己的最大利益，那他完全不是个合格的总统。我有类似的看法啊。观点，希望美国对中国制裁民意的背后可能有这样的逻辑，前提是不能影响到我自身的利益，而制裁中国大概率会使贸易协议作废，一部分美国民众自身利益受影响，这部分民众多数是川普的支持者，会得益而支持，也会因失去利益而不支持，同时又并不确认因为制裁会收取多少支持者，一边是确定的选票流失，一边是不确定选票获得。基于他对于连任的执念，那还是不如不做。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没那么简单啊，我觉得会是一个什么呢？会是一个，我觉得川普考虑的更多啊。以川普的性格来说，就是他做这个措施，他后面考虑的因素比你讲的这个东西更复杂。为什么？这就是川普的性格，或者是这不仅仅是川普的性格，我觉得习近平的性格跟这个是很像的，他们两个人真的很像，就是在一些事情上面，你可以看哈，川普也好，习近平也好，你发现他们这两个人做决定都很慢，非常的慢，就是转磨，一直在转磨啊，转来转去，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他在犹豫，他其实非常的犹豫，左右犹豫，衡量权衡很多因素，左到这边有一堆的因素，右到这边又有一堆因素，然后重新权衡权量，就是这样。这个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啊，就是手鼠两端啊。我觉得他想的比你想的要复杂啊，但是有个东西一直牵着他，就是中美贸易协议。所以其实我认为之前在中美贸易战时代，大家有没有记得啊？我认为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中国对川普的把握没那么准啊。川普表现出来的那种反复无常和那种率性，让中国很难把握他。最后川普就是打电话给习近平，说我要签。习近平说啊，那行，那就签吧。我不是说要签吧，是我就要在圣诞节签掉。你说行不行？行，我们就让底下人办。习近平最后想没办法，那就办吧，就真的就是这样。其实没有之前，其实双方谈判根本处于一个完全停滞的状态，因为中方实在是其实对川普把握不住，不好把握。但是中美贸易谈判签完之后，中方完全捏住了川普，就川普的心思已经暴露无遗。所以你看后面就是中美贸易协议签署之后，中共就非常笃定了。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中方非常不笃定，
中方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非常不确定的，没底，心里没底。但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看中国对世界各国的态度，包括对东南亚，你看中国在整个南海地区，包括你像西沙把这个越南的船撞翻等等，做一系列绕台飞机绕台，中国表现得非常的坚定，而且非常的清楚，他拿住川普了，川普啥动不了。所以你看，在这次香港事变当中，中共的心态非常笃定，他知道他能干成这件事情，所以他一个嗝都没打，一直往前走，咔从头走到底。你看中共有没有做一丝犹豫？没有。我们中间还觉得啊，他是不是没有上？没有，他只是不说出来。最后让杨洁篪跟那个蓬佩奥确认没问题，直接推到底。你看他是一脚油门。中共在香港事变的当中，基本上你看他是地板油，听过地板油吗？就是油门踩到地板，油门一脚踩到地板，从头一直冲到底，到了终点，拿到了他要的东西就拿到了。他为什么这么笃定？你说说看，他为什么这么笃定？你看在整个过程当中，川普放了一个屁吗？只是在人大出来之后，他出来讲了一番话，到后面啥都没干，他啥都没说，他在这一次的表现和上次在这个反送中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区别。虽然不断的有人放出来讲啊，总统马上就要出政策了，总统马上要出行政命令了，一会儿讲一下这个，一会儿讲一下那个，但是他自己有没有讲过？没有讲。他连这个题目都没碰，所以川普，我认为就是中共在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捏住了川普最核心的东西，他已经被中共掌握了，我是这么觉得啊。所以他在想这件事情啊，制裁这个东西，他是在拿捏什么呢？拿捏这个分寸，拿捏什么分寸？拿捏我不能得罪中共，但是呢，我又想做一些动作，我这个动作做出去呢，得有说辞，但是说辞的来呢，又不会影响太大。所以你看制裁，你看他第一次制裁，其实之前制裁那个什么鬼，什么签证，我讲个不好听，我一定要讲个出口啊，就是狗屁！制裁签证那叫制裁吗？你不能来我家，你们不能到我家来，那叫制裁。你得让他受损害，那叫制裁。他都不能来你家，有什么制裁？那花钱去欧洲花钱，那叫制裁吗？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还是冷静一下啊。所以好，到了新疆这个来真的了啊，来个真的制裁，4个官员一个机构。可是问题是，你制裁多少钱，冻结了多少资产，你怎么不讲呢？如果没有制裁，你冻结来干什么？你出这个政策有屁用啊？你说是不是？如果有资产，你为什么不公布？财政部到现在查不出来他们的资产吗？那这财政部长直接就废了吧？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就不公布你要是不公布就像你制裁说我要限制他官员的这个签证，限制谁了？名单不公布，名单不公布什么意思？那就广东话叫某马楼服，没有牙齿的老虎嘛，你叫了干什么？就是叫一下，叫一叫而已嘛。所以你要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么表现出来在香港议题上我会不断的提醒的原因，其实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当然是施加压力了，要不我们做媒体干什么？媒体就是要施加压力的。施加压力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不断的重复这个议题，让大家记住这件事情还在发生。我讲出来就是让大家记住这件事情，
不要忘记了，媒体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提醒大家，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公众的记忆体。大家忘记了，我记住了。我告诉大家，还有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施加压力，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让大家理解，川普到底他的心思是什么。你不断的提这件事情，然后川普就一仰脖子又过去，今天一仰脖子又过去了，一仰脖子打高尔夫球去了。你知道那天他去干嘛去了吗？就是那天那个港版国安法那天，第二天他打高尔夫球去了，他没有。所以有些川普的支持者说川普在下一盘大棋，我是没看见他有什么大棋，我觉得他手里连棋子都没有，下什么大棋？就是这样。所以我的任务是让大家明白川普的心思在哪里，他为什么这么表现。你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件事情这么表现，你就会知道他在下一件事情他会怎么表现。所以老实讲，我从上个星期开始，就是叫什么国安公署开始准备建机构那天开始，我就觉得川普的反应和我的预期差不多，我就开始觉得他真的被中共捏住了。果然他捏到现在他一声不吭，他一声不吭的原因是什么？他被捏住了，大概是这样啊。观点，王先生今天分析川普的顾虑，去除了情绪化，多了理性。毫无疑问，川普最关心的就是竞选连任，这就是为什么跟中共开打的顾虑很大，因为对经济的影响不确定太大了，而经济议题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他们不关心世界上的事情。如果不发生珍珠港911那样的事情，失业就是最大的事情。赶脚川普对中共的打击上很犹豫，怕影响经济。2点，你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啊，不同意2点。你把美国人看的是世界上最唯利是图的人群，这是非常错误的啊！美国人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国际主义的人群，就是美国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美国人更有国际观的了，所以你这样讲肯定是不对的。美国参加了2次世界大战啊，美国人义无反顾的献出了他的金钱和他的年轻人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资格去质疑美国人，这是第一条。所以你的不对啊，这是第一条。美国人很关心政治经济，但是美国人一点都不忽略政治。美国选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选民。如果川普落选，说明川普真的不适合美国。如果川普连任，说明美国选民愿意给他机会让他继续试。我都讲过很多次啊，川普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务人员，就是从政的人。从政的角度来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务人员，他也不是个合格的商人。但是美国人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原因在哪里？因为要他拨乱反正。美国人觉得过去2届的美国民主党把这个国家搞得方向有点不对，让他去拨正，所以大家可以容忍他很多的缺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不尽快的让他的方向找对的话，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合格的政务人员。如果你方向还没找对，本来是让你找方向，你可以连滚带爬都没事儿，大家可以原谅你。你现在又连滚带爬，又方向又没找对，那你怎么会有机会呢？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跟中共开打的顾虑很大，他跟中共开打不影响经济，还有一个不影响美国经济。中美贸易战有没有影响美国经济？1毛钱都没影响。
中美贸易协议会不会影响美国经济？1毛钱影响都没有。这才多少钱？对美国来说根本不是事儿，而且不卖给中国，美国的大豆就没地儿卖去吗？不可能的事情啊，是吗？这飞机不卖给中国，就不其他地方就没人买了嘛？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把问题绝对化，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所以说啊，我跟中国开战，我就影响经济，你跟谁开战都会影响经济。但是如果你要让美国长治久安，建立一个长远的战略，那要影响经济，那你参加2战怎么办？参加1战怎么办？打伊拉克怎么办？海湾战争怎么办？不是一样打了吗？越战怎么办？美国打仗还打得少吗？何况这还不是真打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种说法这是不实支持啊，我不同意啊。提问：美国是否没有足够的民意基础让川普发动对中共的全面围攻？就是说，美国选民不愿意承受股价大跌或者贸易协议被撕毁，换取川普狠打中共。你完全不掌握美国的民意，你去看一下报纸，看一下电视就知道了。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有没有的问题，好吗？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这讨论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太低级了，好吗？你要去看一下美国报纸，再看看，我们再来讨论，行吗？观点：美国要求只上网课的留学生出国，我不觉得是针对中国，制裁中国留学生。日本媒体的解读是，川普拿留学生来逼大学开放普通课堂，恢复正常的上课形式。我认为解读为对中国的制裁，举措过度解读，没有人说是解读中国留学针对中国，没有人，只不过中国留学生有36万，中国留学生是留学生中最多的人群啊，仅此而已，没有这么解读过啊。观点：我觉得王老师看待制裁中国很简单的观点很多，而且美国有很多牌，这是非常赞同的。关于为何川普没有下重手方面有分歧，我的观点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分歧和历史的必然性。你还可以说历史必然性：一，中美关系不像美苏关系，过去30年形成非常密切的利益联系，打中国就是打美国平民。这个不对吧？打中国怎么打美？老实讲，打中国跟美国老百姓1毛钱关系都没有。为什么？美国老百姓在中国有生意？没有吧？谁有生意？老板才有生意啊，老百姓有什么生意？所以你这个打中国是打美国的老板，这个可以这么说，但也不一定啊。这贸易战已经打了1年多了，是吗？已经打了1年了，将近1年了，你还没撤出来，那就不好帮了吧？中国文化忍辱负重，老百姓吃草，中共政权只会更稳固，而美国民众只要一定时间内手里没钱，这个不成立。我都说了，中美贸易战打了半天，美国有没有1毛钱的影响？没有影响。而且川普对中国的，我想在香港议题上的这个影响有多大？对美国有什么多大？对美国没影响多大？这个都不成立。你们讲的这3个观点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川普对中共开战跟经济没有关系，是政治成本，全部都是政治成本。所以拿这个经济议题来讲不成立啊。观点：那些说现在的制裁在历届美国政府中已经很强的人，应该这么反问他们：那么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吃相是历届政府里也没这么难看过吧？好吧。观点：满满的武器放在川普桌上，他偏要找鸡毛掸子。对呀，就是啊。你想想看，从去年到现在，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少个法律？川普用了吗？一个都没用啊。观点： CCP 全世界最不敢惹的2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和越南，因为这2个国家从来不跟 CCP 做任何谈判。观点：美国制裁中共高官宣传了2年，实际行动太慢，中共高官难道还没有转移财富？所以制裁会不会无效？而且
耿爽这种流氓都去了联合国，美国政府瘫痪了吗？同有疑问。对呀，你这都已经喊了多长时间了？你就是陈全国陈国权，我老是不记得。他这事第一，他为什么把钱放到美国去？他去当新疆的这个书记，他为什么要把钱放到美国？他为什么不把钱放到瑞士？对吧？我觉得挺奇怪的啊，他们很喜欢做这种级别的动作嘛。提问：川普现在的表现可以说是绥靖吗？是的话，世界会不会有二战或者一样的损失惨重？谢谢王老师。绥靖，我觉得绥靖不一样吧？绥靖是什么？大家知道绥靖是什么？绥靖就是妥协退让。川普现在不是妥协退让，川普是决策，就是搞不搞、干不干的问题。这个两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二战，我觉得美国跟中国还是很难打吧，热战没那么容易发生吧？为什么？还是实力悬殊吧。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美国国会有一个研究机构啊，研究过，他们还是觉得，如果在南海或者是在东海或者这些领域啊，中美之间海军发生冲突的话，中国会输啊。这个我觉得要研究吗？这好奇怪啊，怎么会？他为什么要研究？把钱给我多好，你说说看，这还需要研究吗？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所以热战我看不出来中美之间会发生什么热战，因为实在实力相差太大。唯一会他们可能发生冲突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哈？就是比如说中共要武统台湾，哎，这可能中美两军开始发生热战，这个是有可能的。那说中美两军都没有，如果没有一个议题的话，只是发生一场热战，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它肯定要在某一个热点或者是某一个议题上发生，啊，这个议题要么就是南海，要么就是台湾，其他的议题我看不出来啊。观点：邓文迪是川普女儿和女婿的媒人，他女儿和邓是好朋友，估计女儿和女婿对中共的看法会受邓的影响或者误导，也不是误导，引导吧，啊，中共做这些动作那无孔不入啊，中共就是做人的工作的啊。我把它念完，今天时间超一点。观点：美国感染全球最高，似乎目前为止全球都麻痹了。过去四个月都过去，全球并没有拿出真正有效的措施，中共所有的事都办成了，生米煮成熟饭，全球拿中共没有办法吗？当然有办法，我都说了，所有的武器都在川普手上啊，他不用啊。谁说没办法？有的是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我就说了好几期了，有什么办法，对吧？提问：最近真的有外资流入中国股市吗？会不会中共用自己的美元储备来追逐人民币？人民币为什么最近升值了？我讲过很多次，我们现在没办法预期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为什么？因为人民银行有一个人民币汇率的操控系统工程。所以不好说啊。观点：资本是逐利的，不会在乎民主还是独裁。说点我们不知道的好吗？提问：王先生曾经对香港讲过，能走早点走，2-3年后会看到结果。请问这句话是否适用于大陆？大陆2-3年后经济会差到冰点吗？不好说，但是我敢肯定，今年是未来5年最好的一年啊，大概是这样。到不到冰点我就不知道啊。好，鸣谢一下，产 Claudia， 谢谢王先生美西晚上好，这段时间有点忙，少听直播，有点想念你们。Grace Lee， 谢谢
Teresa 王，谢谢王老师好，感谢从疫情到今天半年多的陪伴，我今天决定离职，给我自己和先生5年时间，准备离开这个国家，请王先生祝福我们，加油！恭喜你做出一个这么大的决定啊！那么我也希望你未来的生活更加顺利啊！祝福，谢谢。Teresa，李吴，谢谢。Mark 张，谢谢。喝杯咖啡，好的。真没钱，谢谢。观点，王老师这次说清楚了关于川普行事的心态来龙去脉，或者说我终于听懂了，生意人若没有原则，可能危害大于建树，不能从政当国家领导人，他必须落选。请王老师一杯咖啡，聊表谢意，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各位点赞，请新来的网友加入我们的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节目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参与，明天再见，谢谢，谢谢啊。